聊到德国经济，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什么衰退啊、寒冬啊这些词。过去1年，德国有近24000家企业面临破产，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，这创了10年来的新高。但魔幻的是，就在中小企业排队破产的这一年，德国亿万富豪的人数竟然暴涨了近30%，总资产也飙到了历史最高点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正在计算着怎么省电费的时候，德国突然冒出了39个新的亿万富翁。这2件事本来不该同时出现。如果这是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，那应该是大家一起倒霉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德国经济不是死了，而是裂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一句德国经济不好，而是一个更扎心的问题。在同一经济体下，谁被吃掉了，谁又吃饱了？首先一个问题来了，这些中小企业好好的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？是因为德国老板突然集体降智了吗？其实他们是挨了4记重拳。第一拳，能源成本的阶级差异。我们都知道现在能源很贵，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同样是能源涨价，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根本就是天壤之别。举个例子如果是像巴斯夫这样的大集团，他可以说，如果德国成本太高，那我们把生产线搬去美国，搬去亚洲，这就是全球产能转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德国去工业化的新闻。那汉堡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呢？慕尼黑的一家面包房呢？他们搬不了，设备在这儿，客户在这儿，所以当能源成本持续高涨时，大企业有退路，重新布局，而中小企业只能在原地硬撑。第二拳，银行的冷血算法。现在的银行把命都交给了一套风险模型，这套模型现在就干2件事情，第一个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第二叫嫌贫爱富。比如说今年餐饮倒闭的多，建筑行业不行，好，只要你是干这行的，系统就直接把你拉黑，不管你自己赚不赚钱。这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就是你可能什么都没做错，你的公司账面也挺健康的，但不好意思，银行内部的那个风险模型变了，就是你的成本在涨，可你最需要的钱突然之间就借不到了。说到这里你可能就会想了，这些问题好像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为什么偏在最近这1-2年集中爆发了呢？其实这还真不是一个突然的衰退，这不就来到第3拳，叫 Nachholeffekt。 简单来说就是前几年疫情，政府为了面子暂停了破产申报义务，还发了一堆救济金，你还记得吗？哪怕是你的公司早就该死了，只要你还能喘气，政府就继续给你输液，这就养出了一大批僵尸企业。现在管子拔了，要停了，那些本来该在几年前倒闭的公司全部堆到了现在一起的。但这还没完，在这轮破产潮中，还有包括大约140家大型企业。大企业倒闭，最可怕的不是它自己消失，而是它倒下的时候会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。假设一家大型汽车零部件厂破产，它只要一宣布进入破产程序，它欠所有供应商的钱瞬间就会被全部冻结。对于给它供货的那些中小企业来说呢，几百万欧元的货款，前一天还写在账上是下个月到账，后一天就变成了收不回来的坏账，这下不就全完了吗？所以说一头大象倒下，压垮的是他身下整片赖以为生的供应链生态。最让人寒心的是第4记重拳，政策偏心。政府说没钱救小饭馆，但看看这些亲儿子，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搞转型，政府大笔一挥，20亿欧元补贴拿走。西门子能源拿了政府75亿国家担保，2025年缓过劲来了。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商量着要给股东分红，拿着你交的税救活了巨头，还要给富豪股东发钱，妥妥的马太效应。这种系统性的失血才是压死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残酷的是，有人倒下就一定会有人站起来。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了，企业倒了一大片，那钱去哪儿了？钱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主人。一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，它就不再是企业了，而是成了一堆廉价资产。它的生产线，它的地皮，它的品牌，它的专利，谁来买呢？当然是手握几十亿现金的超级富豪来买啊！平时可能值1000万欧元的资产，破产清算价直接3折4折打包带走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危机啊？这简直就是1年1度的双11 Black Friday 呀！还有，街角的那家面包房倒闭了，你觉得那条街上的居民从此就不吃面包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会去 Aldi、去 Lidl、去大型连锁超市买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面包。24000家企业倒闭，并不意味着需求消失，
而是意味着巨大的市场份额被一次性释放出来，而这些份额会自然流向谁呢？不是另一家小店，而是已经在那里的巨头。他们不用创新，不用打广告，只需要等你倒下，你的客户就成了他们的客户。中小工厂倒了，订单和熟练工人会被大集团低价收购，这就叫被动垄断。如果你把刚才这些线索连起来看，你其实已经看懂了德国现在的经济结构。它有一个名字叫 K 型社会， K 的上面一笔是能全球配置、能抄底、能拿国家救助还有分红的权贵巨头，而 K 下面的一笔是被能源账单、银行利息最后被巨头一口口吃掉的中小企业。重要的不是这个字母，重要的你现在应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这种结构不变，那下一轮被清算的会是谁？在这场巨大的财富转移里，你是准备上桌吃肉，还是被端上桌？我是小雨，下次见。